Hello， 大家好。今天的视频呢，我是想要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做完 Smile 镭射激光手术以后1年的时间我的经验和回答一些朋友问的问题。对于一个戴了眼镜20多年的人来说，世界变得非常清晰是一件非常不真实的事情。我在我的人生中呢，收到过很多的礼物，但是一双2.0的眼镜绝对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礼物。做手术之前呢，第一个步骤就是要选择哪一个手术是适合你的。1. 了解不同种手术。矫正手术呢，大概我了解的是分为4种，其中激光手术有分为3种 ，PRK、全飞秒和半飞秒手术，然后还有一个第4种是不属于激光手术的，是 ICL 晶体植入。我写了一篇小红书分别介绍了这4种的优缺点和不同点。如果觉得视频有点长的朋友呢，也可以去直接看一下小红书，把链接放在评论里边。那先介绍一下 PRK、全飞秒和半飞秒这3种手术呢，都是激光手术的一种。在 PRK 手术中，医生会使用镭射激光直接在你的角膜的表面来重塑你的眼睛角膜，达到一个矫正视力的目的。PRK 呢是可以治疗近视、远视和散光的。它的优点就是不会对角膜结构和稳定性造成非常大的伤害，因为它是直接在角膜的表面来进行手术的。它的缺点就是创伤面积会比较大，恢复时间会比较长，然后也因为它的创伤是在表面，所以发生感染的几率也会比较大。因为创伤面积很大，就会对神经组织造成一定的伤害，所以呢，干眼症的情况也会比较严重。半飞秒是当前大多数人最熟悉，也是应用范围最广的一种手术。它的原理呢，就是先用激光在你的角层表面创建一个角膜瓣，然后医生会把那个角膜瓣给掀开，然后再在你角膜瓣下边的组织来进行一个重塑。半飞秒呢，也可以矫正近视、远视和散光。它的优点是这个技术已经存在蛮久了，所以技术是比较成熟的，而且因为是应用范围最广的手术，所以非常容易找到可以做这个手术的医生和技术比较成熟的医院，价格也是比较适中的。在美国1年多以前的行情是大概在3500左右。半飞秒最大的缺点就是会对角膜的结构造成一定的伤害，因为它会把角膜瓣这样掀开，那角膜瓣实际上连着你眼睛的那部分就是比较小的一部分，这个也是我一直以来没有做半飞秒的一个最大的顾虑。因为我有朋友在做完以后10年摔跤了一次，结果就造成了角膜脱落，所以就一直给我留下了一个很大的阴影，我就一直没有敢去做这个近视手术。它的创伤面积呢会比 PRK 要小，也因为它在做完手术以后会把角膜瓣又放回去，所以在感染几率上面要比 PRK 要小一些，恢复的也会比 PRK 更快一些。但是因为它创伤面积其实也还是蛮大的，所以干眼现象也还是比较严重。第3个全飞秒，也就是我选择的这个手术，是第3代的镭射激光手术。它的原理呢是在你的角膜表面切一个大概3到4毫米的切口，然后用激光隔着最表面的那一层，在下边重新构造你的角膜组织。之后呢，医生会用特别小的镊子，从那个3到4毫米的切口中把中间那一层抽出来，来达到一个矫正视力的效果。这个手术的优点呢，就是不会对角膜的组织结构造成很大的伤害，因为它只有3到4毫米的切口，所以大部分的角膜表层还是和你的眼睛是连在一起的，并不像半飞秒那样会被掀起来。也因为它创伤比较小，所以恢复是最快的。我记得当时我做完手术以后，可能睡了3到4个小时吧，睁开眼睛基本上可以说是恢复了，就是已经很清晰了。那这个手术的缺点就是因为它比较新，是在2016年的时候才被批准使用的，在美国比较不容易找到一个技术成熟的医院和一个经验丰富的医生，并且这个技术目前只适用于近视和散光，而且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近视也不能用这个手术来矫正。那最后一种不属于激光的手术就是 ICL 晶体植入手术。这个手术的原理呢，就是也是在眼睛有一个切口，在比较深的一个地方，然后放入一个类似隐形眼镜的晶体在你的眼睛里面，相当
当于一个嵌入式的隐形眼镜吧。相对于镭射来说呢，这个晶体植入对你的角膜是没有任何的伤害的，因为它不像镭射手术都会要减少你的角膜，晶体植入手术呢是不用减少你的角膜的，所以有一些眼角膜比较薄的病人呢，就只能使用 ICL 晶体植入手术。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它是可以治疗比较高度的近视，而且如果你的眼睛条件发生了变化，它是可以把原先植入的晶体再取出来的。同时，这个方法也是可以治疗散光和远视的。我不知道这个手术会不会更危险一些，因为它窗口比较深，但是我当时听了医生解释以后，我就觉得好像比较可怕一些。我选择的时候呢，是首先排除了 PRK 和 ICL， 因为 PRK 比较老了，而且创伤比较大。ICL 我对在身体里边植入外来物是有一定的排斥的，所以我当时首先就排除了这两个选择。在全飞秒和半飞秒之间呢，我是比较倾向全飞秒的，因为它各方面来说都比半飞秒感觉要更先进一些，要恢复更快，感染几率更小，而且对角膜的伤害也会更小一些。再加上我之前朋友的经验，让我对半飞秒有了一定的阴影。在你了解了不同的手术的优点和缺点和它们之间有什么不同以后，你就要去做眼睛检查，去确定一下你能做的是哪些。在美国呢，大多数的医院都提供免费的术前检查。我当时本地是没有一家可以做全飞秒的医院的，所以我就去了一个可以做半飞秒的医院来做术前检查，去看我的角膜厚度以及眼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我不知道的问题。角膜的最低安全厚度是在250 micron， 但是一般的医生都会建议你留380到400 micron， 来保证你的一个安全厚度。人生下来一般会有500到600 micron 的角膜厚度，但这个是非常的看个人的，就你生下来有多少你就有多少，这个角膜厚度不会跟着你后天的生长或者是其他任何的外力来增加。我当时检查了以后，我的右眼角膜厚度是541 micron， 度数是450度近视加125度散光，每100度就需要去掉12到14 micron 的角膜。散光的度数你可以直接加在近视度数上面，也就是说我右眼矫正后厚度会在472左右。左眼呢有545的 micron， 度数是650度的近视加75度的散光，也就是说我右眼在矫正以后会留下450 micron， 就两个都是在安全值以上了。如果你要做半飞秒的话，你还要考虑他们在取表面的角膜瓣的时候会要减去120，就是在翻开的时候那一层是大概在120 micron。 看到这个结果呢，我当时就比较放心了，但是因为全飞秒还有其他比较严格的检查，比如有一部分的近视你是没有办法做的，所以我就预约了一个可以做全飞秒的，就是我当时决定要去的这家医院，再做一次全面的检查。那第3步就是选择医院。做雷射手术的医院有很多，但是做全飞秒的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选择。我选择医院的几个条件是：第一，医院的口碑要好；第二是医生要有10年以上的从业经验；第三是价格合理；第四是术后要有终身的保险。那满足这些所有条件又离我比较近的医院，就只有在克利夫兰的一家医院叫 Clear Choice。我当时是先开车去检查了我的眼睛，然后确定是可以做全飞秒的，就当场就和医生预约了一个周五早上8点钟手术，当天下午就可以去做术后检查，然后我就可以回家了。所以这个就对在外地的朋友比较友好。在手术前一段时间不可以戴隐形眼镜，当天大概是10天的样子吧，不能戴隐形眼镜。其实我从决定开始做的时候就已经没有戴隐形眼镜了，因为隐形眼镜会对你的角膜形状造成一些干扰，所以为了医生能够更准确的给我做这个手术，我1个月以来我都没有戴隐形眼镜。然后手术的当天是不可以喝酒，不可以喝咖啡的。好在我是早上8点钟做，那做完手术以后会被要求要回
酒店去休息一段时间，所以那天不喝咖啡是对我来说完全没有问题的，也应该没有人在早上8点就开始喝酒吧。然后不可以化妆，不可以喷香水。在手术前呢，医生会再对你做一次术前的检查，然后确定具体的每一只眼睛在什么位置要取掉多少的角膜厚度。做完术前检查呢，医生会给你一个回答问题的时间，就是你有什么问题就可以问他们，他们就会当场给你回答。做完所有的检查以后，护士会给你吃一片放松的药，然后就会把你推进手术室。在你躺下之前，医生会让你看着他的眼睛，然后用笔在你的眼睛里面画具体的位置。我第一次有笔来接触我的眼球，那时感觉还蛮奇怪的。躺下以后呢，医生会给你滴眼药水，那个就是麻药，然后他就会用一个小支架把你上下眼皮给你撑开，这样你的眼睛就没办法合上了，所以不要怕你会眨眼睛什么的。他就会给你说，上面有一个绿点，你就盯着那个绿点看，这样你的眼睛就不会动，你就会看着那个绿点一直在闪，然后你就发现你的视线慢慢的变模糊了。之后呢，那个医生就会用一个小镊子把中间的模糊的那一层东西给抽出来，然后你会瞬间就觉得你的视线变得好像清晰了一些。当然那时候还没有完全恢复，所以不可能马上就变得非常清晰，但是整个过程你都会是清醒的，而且医生会一直跟你说话，让你不要那么焦虑。整个手术的过程真的非常的快，从我进门到走出门大概用了1个小时，但真正手术的时间也就5分钟吧。手术结束以后呢，你会立马就觉得你的视力变好了，但是还有一些模糊，就像你在水底下看东西的那种感觉，因为它的表层和你下边的眼睛还没有完全能够合上。我回酒店睡了差不多3到4个小时吧，起床以后就觉得哇，我的世界好清晰啊！一直有错觉，感觉自己是戴了隐形眼镜，然后一直想要去摘。那醒来以后呢，我就回医院去复查。我复查的时候，我的视力就已经恢复到2.0了。还有几条注意事项，我想给大家说一下。做术前检查和手术的时候，你都需要带一个人和你一起前往，因为他们会给你滴一个眼药水，会把你的瞳孔放大。那个时候你的瞳孔对光是非常敏感的，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开车。医生也会给你发一个墨镜，它那个墨镜就是非常好，和我们的那种好看的墨镜是不一样，它那个可以挡掉的光比我们普通的墨镜要多很多。手术当天完了以后呢，就尽量不要看手机看屏幕，然后2周以内也不能化妆或者游泳，要避免感染，但是你正常洗脸那些都是没有问题的。大概在手术后的1年以内，医生会要求你复查几次。那外地的朋友呢，可以要求去自己当地的医生那边复查，然后那个医生呢会给你做手术这个医院发你的检查报告，来确定你眼睛是恢复的比较好的。下面就来回答大家问的比较多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高度数人群可以做吗？这个问题非常看个人的，因为每个人的角膜厚度是不一样，而且你的度数不一样，要取下来的角膜也不一样，所以这个你就必须要看一下医生怎么说了。一般来说的话，人的角膜会在500到600 micron 之间，根据你近视的程度，每100度医生就会要取下大概12到14 micron 的角膜。如果你计算下来，剩下的角膜是在400以上，其实都属于一个比较安全的范围。第二，干眼症严重吗？我自己是没有感到有严重的干眼症，就是当时做完手术以后几个星期，因为我的工作是要天天对着电脑很久的，所以看久了电脑会有一些干，我会用医生给我开的眼药水，再加上可以去买那种眼药膏来帮助缓解这个干眼症的情况。第三，闪光可以做吗？闪光是可以治疗的，就像我说的，我当时其实也是有闪光的，那也是根据你角膜的厚度，只要你的厚度是够，那闪光是没有问题的。第四呢，是这个手术会不会反弹？医生呢一般都会推荐你在你的眼睛视力稳定1到2年以后再做这个手术，因为它的反弹风险呢其实也是存在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视力本来就会下降，老了以后呢会老化，有白内障啊什么的，还是该有的还是都会有。除了正常的老化，又有一部分的人呢是一辈子眼睛视力都不会稳定下来的，所以这个真的非常的看个人。我到现在1年以后，我的眼睛视力是没有变的，就是没有反弹。那也有小伙伴评论留言说半年以后他们的视力就反弹了，所以我做了一个小调查，有1%的人会在
在做手术的第1年视力开始下降，有差不多10%的人在做手术10年以后开始视力下降，所以反弹的几率其实是很小的，但是并不是没有可能。在你做手术之前呢，医生也会给你说明这些手术的风险以及后续的一些可能发生的后遗症。第5，疼不疼？完全没有感觉。在他给你滴了那个麻药以后，你就完全没有感觉。虽然你整个过程是全程清醒的，你也知道他在干什么，但是不要害怕吧，因为真的不疼。第6，一共花了多少时间？因为我是在外地的，不是在当地的那个城市，所以从我开始咨询到最后做完手术，大概花了1个半月的时间。但是根据医生的时间，有很多人在1个星期以内就能完成手术，也有的人在当天就能完成手术。可是我觉得为了保险起见，你最好还是不要在当天完成手术，因为在术前他会要求你做一些术前准备，比如说不要戴隐形眼镜，然后会发一些眼药水给你滴防感染的，所以我觉得这些术前准备还是做的比较完善的好。第6，花了多少钱？我当时他给我的报价是4100刀，最后呢我讲价讲到了不到3800刀，就3700多好像是，还加了一个保险，所以保险之前应该是在3300刀左右吧。也有小伙伴评论他们拿到了3100刀的好价格，但是这2年的物价飞涨，所以我也不知道现在多少钱。那最后一个问题是我其实刚刚已经回答了，目前怎么样了？我现在视力就是完全是好的，就我复查已经复查完了，每一次复查我的视力都在比前一次更好。我当天已经是2.0的眼睛，但是有一些闪光还是没有当时就恢复，闪光是在慢慢的你的表层和你下边的组织完全结合在一起了以后才会变好。最后的最后，我就想给大家说有的人呢生来就有一双好的眼睛，一辈子都不能体会眼睛模糊，你的世界是模糊的是什么感受。对他们来说呢，清晰的世界就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只有当你失去了，或者你先天就眼睛不太好，你才知道这是一份多么多么宝贵的礼物。所以我想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大家，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解答一些你们有的问题给你们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吧。也预祝大家手术成功，然后眼睛都能恢复到2.0。如果你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或者你已经做了手术，也想分享一下你的经验的话，欢迎在评论区给我留言。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拜拜。